这是由红海行动军事指导担任导演，马来西亚皇家空军配合拍摄的马版《壮志凌云》。由于内布里共和国爆发内战，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特种部队搭乘空客400的灰熊军用运输机，执行掩护本国特派员撤离回国的任务。然而，就在运输机离开南纳布里机场，处于爬升阶段时，导弹预警系统突然警报，飞行员立即启动 SIRP 对抗系统。紧接着，机长命令进行急降，试图规避来袭导弹。凭借着4台 PT-400第6涡桨发动机强劲的功率，运输机瞬间从1万英尺降至7000英尺。然而，机降所产生的负过载重力给机上人员带来了巨大困难。女飞行员立即释放高密度诱导弹对其干扰，但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，运输机还是被击中。此时，机舱内的皇家特种部队立即组织特派员跳伞逃生。这时，内布里叛军肩扛并列式导弹发射筒，发射出1枚导弹。就在导弹即将命中之际，机上人员顺利推出武器装备并跳伞逃生。2名飞行员相视一眼，与运输机一同化为灰烬。而此次实施偷袭的叛军头目并没有打算收手，直接命令手下对生还者进行搜捕。另一边，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收到运输机遇害的消息，司令员召开紧急会议，立即启动了搜救任务，表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幸存人员。此时，跳伞的特种部队已经汇合，他们首先找到空投下来的武器装备。就在队员准备掏出一把G172手枪时，一名手持 N7041冲锋枪的武装少年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，两人陷入僵持。这时，身为特派员的迪麦冲上前阻止，紧接着少年趁机逃跑。片刻后，几人准备前往坠机地点，他们需要找到运输机的黑匣子，来证明自己遭到导弹袭击。怎知叛军先他们一步到达，特种小队见状立即做出战略方案，他们分3路悄悄向前摸进。此时，隐藏在草丛中的光头手持科尔特 M4A1卡宾枪率先射杀一人，另一边队员加装鹰眼6倍镜的 M4A1开火狙杀一人。随即小队干净利落肃清敌人，不料其中一名叛军顽强抵抗，当即扔出1枚手榴弹，幸好队长及时发现躲过一劫。同时队友手持瑞士 SG553突击步枪，开枪将其射杀。随后队员们立即持枪警戒，并相互示意有没有受伤人员。经过一番寻找，特种小队顺利找到运输机的黑匣子，随后开着叛军的皮卡向空军基地驶进。就在一行人来到一个村落时，众多平民一拥而上将皮卡围住，最终一声枪响才让众多平民惊慌而逃。这时难民营里走出一个眼熟武装少年，正是先前被放走的男孩。他立马认出这群马来西亚的特种兵，当即大喊着通知村里的队友。特种队员见状直接展开反击，这时一名叛军直接扛来巴祖卡火箭筒。马来西亚空客400M 运输机遭到内布里反叛军的击落，机上搭载的皇家空军特种部队及特派队员成功跳伞逃生。然而叛军依旧不依不饶地对他们展开追杀，一名叛军扛起巴祖卡火箭筒就要发射，特战队员果断用科尔特 M4A1射杀。就在他们以为成功逃离时，队员迪麦不幸被弹片划破大动脉而亡，他们将迪麦埋葬。随后小队试图联系马来西亚空军基地，并没有任何回应，他们只得再次启程赶往机场等待救援。此时村庄传来枪声，叛军正在突袭村里的平民。随后他们开始追赶特种小队。此时小队来到一处高地，领头队员示意前方危险，并招呼队友隐蔽，他们已经误入雷区。这时不远处传来女孩的求救声，光头似乎泛起了父爱之心，因为他的女儿在战火中被炸身亡，所以光头不顾一切选择救那个女孩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光头还没靠近就被地雷炸飞，爆炸声瞬间暴露特种小队位置，他们没有时间悲伤，必须转移到下一个安全地带。就在他们继续向前走时，发现前方是一大片炮火连天的交战区。最终经过几人商讨，他们决定从交战区内的一处隧道穿过。此时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里的高层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救援方案，他们以 400M 运输机向那布里的友军基地空运3架 EC725美洲狮直升机以及一支皇家特种部队，只要与特种小队建立联系，他们就立刻出动。另一边特种小队成功进入隧道，可这里并没有他们想的那样安全，没走多远就有一颗手榴弹扔了过来，反叛军已经追上，反应迅速的小队立即冲进房间躲避，并且眼疾手快地将屋内暴徒快速清扫，顷刻间成功将叛军队长击退。随后小队继续向隧道内渗透，然而再次遭遇反叛军的袭击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火。面对叛军的火力压制，副队长来到叛军的射击盲区，并且侧卧开枪击杀一人。叛军见势不妙，搬来 M249通用机枪疯狂扫射，这波输出让2名队员接连中弹。更不幸的是，后方的追兵再次打来，对特种小队形成两面夹击，前后凶猛的火力让他们凶多吉少。危急关头，小队一名队员看到了灯泡的电源，他当即掏出夜视仪，果断地将电源打爆。黑暗的隧道中，特种小队的优势立马显现，最终将隧道内的叛军全部击杀。等大家来到隧道出口处，发现叛军已经将整个机场占领，他们再次与总部联系，依旧没有任何应答。就在几人陷入绝望时，队友猛然发现隧道中还有另外一个出口，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。另一边的马来西亚空军基地中，他们通过实时卫星照片发现了特种小队的踪迹，司令员立即宣布营救行动马上开始。
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将在内布里进行一场陆空协同作战的营救行动。一架苏30 MKM 战机率先起飞，2架 F-18D 大黄蜂战机紧随其后。事前已经进入内布里基地的快速反应部队全副武装，分为3个编队前往营救。为了不被反叛军雷达发现，苏30率先以超低空飞行进入内布里领空，而另一边被困的特种小队终于找到出口。他们成功爬出来。此时基地收到信号，空中波音737预警机立即锁定小队位置，并要求小队向西1公里等待救援。此时司令官下令苏30率先突入，清除叛军的防空系统。随后在卫星的帮助下，苏30当即射出2枚 KH-31P 反辐射空对地导弹，将叛军防空阵地清除。负责地面营救的快速反应部队立即向撤离点实施营救。此时准备出发的特种小队再次接到预警机消息，上百名叛军正从西边向小队突进，小队只得改变路线，他们立即向东边2公里处撤离。然而在撤退过程中，队长被一枪命中小腿，突如其来的子弹让小队不得不寻找掩体进行躲。紧接着叛军狙击手手持 SVD 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又开一枪，将通讯员击毙。小队已经被叛军狙击手牵制住，眼看大批叛军就要冲过来，队长选择独自留下来断后。随后一名队员扔出1枚 M18烟雾弹封住叛军视野，另一名队员手持 M4A1 卡宾枪，以每分900发射速实施火力掩。见队友安全撤离，队长当即打开定位装置，同时向总部发出朝我开火的请求。收到信息的司令官虽有万般不舍，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苏30当即投出1枚新型155毫米莫米弹，18颗高爆子母弹当即散开。就在这时，战机突然提示有导弹来袭，操控员立即释放干扰弹，成功将其规避掉。紧接着一架米格29战机将苏30死死地咬住。此时地面叛军扛起导弹发射筒准备击落苏30，恰好赶来的小队将其击毙。此时的苏30怎么拉高飞行还是急转飞行，总是甩不掉米格。飞行员立即招呼武器操控员做好过载准备，战机开启超机动模式。就在米格被命中的瞬间，他也发射了1枚导弹，直奔苏30而去。飞行员见状立即加速垂直爬升，并释放干扰弹成功躲过。但是巨大的过载使飞行员陷入晕厥状态，等他清醒过来后将战机拉起，躲过了击毁。另一边的地面小队陷入困境，小队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再加上迫击炮的狂轰乱炸，能活下来真的是九死一生。就在这危难关头，苏30启动超音速音爆阵，让叛军失去短暂的战斗能力。紧接着在特种部队猛烈攻势下，下机接应身负重伤的特种小队，凶猛以及精准的火力增援让叛军们连连后退。当特种小队登上直升机的那一刻，他们成功获救，